大家好，我是王树森。这节课内容是相关性的评价指标。这节课内容分几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相关性的 Pointwise 评价指标，最常用 Area Under the Curve， 缩写是 AUC。第二部分是 Pairwise 评价指标，最常用正逆序比。正逆序比的英文名是 Positive to Negative Ratio， 缩写是 PNR。第三部分是 Listwise 评价指标，最常用的是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， 缩写是 DCG。工业界常用 AUC 和 PNR 作为离线评价指标，看相关性模型在测试集上的表现够不够好。DCG 则被用来评价模型在线上的排序效果。线上实际的搜索结果页存储在搜索日志里面，事后做抽样，让人工标注相关性，然后计算 DCG， 评价排序是否合理。我在之前评价指标的课程中简单讲过。这节课第一部分内容是 Pointwise 评价指标。用 Pointwise 指标评价相关性的时候，会把相关性看作二分类问题。训练集还是用4个小档位，但是测试集只用2个大档位。测试集的标签只有0和1。把高和中2个档位合并，作为标签 y 等于1，把低和52个档位合并，作为标签 y 等于0。已经训练好的相关性模型输出的预测记作 P， 它是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。P 的值越大，表示模型认为查询词和文档越有可能相关。评价二分类的指标有很多种，比如准确率、召回率、F1 还有 AUC。工业界最常用 AUC 来评价搜索相关性。我假设大家都有 Machine Learning 的基础，我这里只是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 AUC。把假阳性率作为 X 轴，把真阳性率作为 Y 轴。假阳性率和真阳性率都介于0和1之间。调整二分类的阈值，获得很多组假阳性率和真阳性率的二元组，绘制成这样一条曲线。这条曲线叫做 ROC 曲线。不同的模型会做出不同的预测，得到不同的 ROC 曲线。ROC 越靠上，说明模型效果越好。ROC 越靠上，在假阳性率相同的情况下，真阳性率更高。这条黄色的对角线是最差的 ROC 曲线。如果模型做随机猜测，得到的 ROC 曲线就是这条对角线。我在图中画了3条 ROC 曲线，看一下最上面的 ROC 曲线。它跟 X 轴之间红色区域的面积叫做 AUC Area Under Curve。这个面积越大，说明模型的预测越准确。再看一下这条黄色的 ROC 曲线，它对应随机猜测。它与 X 轴之间这片黄色的区域面积等于 0.5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 AUC 等于 0.5， 相当于模型什么都没有学到，没有比随机猜测更好。正常的模型的 AUC 当然要大于 0.5， 比较好的相关性模型的 AUC 会在 0.8 到 0.95 之间。前面第一部分内容讲了 Pointwise 评价指标，之所以叫 Pointwise， 是因为我们独立对待每一对 QD 二元组。第二部分内容是 Pairwise 评价指标。Pairwise 意思是每次取2个二元组做对比。正逆序比是一种 Pairwise 评价指标。在讲正逆序比之前，我先用一个例子解释正序对和逆序对。实际做排序的时候，给定一个查询词和很多文档，让模型估计查询词和每篇文档的相关性，根据估计的分数对文档做排序。注意一下，排序用的是模型估计的分数，不是真实的相关性分数或者相关性档位。左边的例子中有6篇文档，模型估计的相关性分数记作 P1 到 P6， 它们的相关性分数降序排列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根据模型估计的相关性分数做排序，把分数高的文档排在前面。这是真实的相关性，有高、中、低、无4个档位。模型估计的相关性分数是从高到低排列的，但由于模型会犯错误，导致真实的相关性档位未必是降序排列。中档位的文档可能排在高档位的文档前面。我们把这样的2篇文档叫做逆序对，意思是2篇文档的顺序错了。这2篇文档组成一个正序对，它们的序是正确的，中档位排在低档位的前面。再看一下这2篇文档，它们都是高档位。这个二元组该是正序对呢，还是逆序对呢？
这种情况没有标准的界定，你可以把这个二元组定义为正序对，也可以忽略掉这样的二元组。在我的课里，我把它定义为正序对。给定一个查询词和 K 篇文档，对文档做两两组合，有 CK2 这么多个二元组。一个二元组可以是正序对，也可以是逆序对。例子中有 K 等于6篇文档，文档两两组合一共有15种组合，其中2种组合是逆序对，剩余的13种组合都是正序对。那么正逆序比就等于13除以2， 13和2分别是正序对、逆序对的数量。大家看一下左右两种排序，左边是刚才用的例子，右边是另一种排序。两种排序都有13个正序对，2个逆序对。两种排序的正逆序比相同，都是13比2。虽然正逆序比相同，但其实右边的排序更好，因为错误发生在后面。最前面的几篇文档的序是正确的，这个最重要。在搜索结果页上，用户会从上往下浏览，看到前面的文档的概率大，看到后面的文档的概率小。在搜索引擎中，我们希望排在前面的文档都是高相关的，而后面出现逆序对则没有什么大不了。Pairwise 指标有个问题，它只考虑文档两两之间的序，不考虑整体的序。只看正逆序比的话，左右两种排序一样好，但其实右边的排序更好一些。如果改用 Listwise 评价指标，就会判定右边的排序更好。前面两部分讲了 Pointwise 和 Pairwise 评价指标，这节课最后一部分是 Listwise 评价指标。Listwise 会更看重排在前面的文档，给前面的文档更大的权重。设有 n 篇候选文档，根据模型打分做降序排列，把排序好的文档记作 D1 到 Dn。模型给 D1 打的分数最高，给 Dn 打的分数最低。注意，这是按照模型打分做的排序，排序可能有错。排序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相关性分数。把这 n 篇文档真实的相关性分数记作 y1 到 yn， 具体上人工标注相关性档位，然后把档位映射成0到1之间的数，最低档位映射到0，最高档位映射到1。如果模型的排序是正确的，那么 y1 到 yn 降序排列，也就是说模型打分的序跟真实 y 的序是一致的。这种情况下 Pairwise 和 Listwise 评价指标都会最大化。如果出现逆序对，那么 Pairwise 和 Listwise 指标都会减小。逆序对越多，指标越差。对于 Pairwise 指标来说，逆序对出现在哪里都无所谓，逆序对出现的位置不影响 Pairwise 指标，只有逆序对的数量会影响 Pairwise 指标。但是 Listwise 指标不一样，逆序对出现的位置会有影响，逆序对越靠前，对指标造成的损失越大。接下来我要定义 Cumulative Gain， 缩写是 CG， 它是一种 Listwise 指标。跟前面一样，设有 n 篇候选文档，根据模型打分做降序排列，把它们真实的相关性分数记作 y1 到 yn。 注意 y1 到 yn 未必是降序排列的。真实的搜索排序中 n 的数量很大，会有好几百，但用户只会看排在最前面的一些文档，通常也就是10-20篇，多的时候能有30-50篇。所以我们只需要研究排在前面的 K 篇文档。K 是人为设置的参数，比如 K 设置为20， K 远比 n 小。这些排在前面的文档最有可能获得曝光，它们对用户的体验影响最大。前 K 篇文档的 Cumulative Gain 记作 CG at K， 定义为前 K 篇文档真实相关性分数的加和。排序做得准，让高相关的文档排在前 K， 那么 CG 指标就会高。所以 CG at K 可以评价排序做得准不准。下面讨论一个问题， CG at K 何时最大化？换句话说，用 CG at K 作为评价指标，那么什么样的排序是最优的呢？我直接给出答案。如果真实相关性分数 y 最高的 K 篇文档被模型排在前 K， 那么 CG 指标会最大化。也就是说，模型要有能力从 n 篇文档中选出 K 篇最相关的，这样才能最大化 CG at K。 但 CG at K 存在一个问题，前 K 篇文档的序不重要，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逆序对，这些逆序对不影响 CG 指标，
我稍后举例解释。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 cumulative gain。有10篇文档，按照模型打分做排序，模型打分可能不准，所以真实相关性并不是从高到低排列，里面存在很多逆序对。我们设置 k 等于4，求 CG at 4。CG 是这样定义的 ：CG at k 等于前 k 篇文档的 y 的加和。这是排在前4的文档的 y， 把这4个分数加起来就是 CG at 4等于3。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什么样的排序可以使 CG 最大化？左边是另一种排序，它可以最大化 CG at 4。前4个 y 中有2个1， 2个 0.7， 它们是最大的4个 y， 它们的加和就是 CG at 4等于 3.4， 其他任何排序都不能让 CG at 4大于 3.4。 把 CG at 4作为评价指标的话，这就是一种最优的排序。看一下排在后面的文档，它们的顺序对 CG at 4没有影响，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逆序对。那么前4篇文档可以存在逆序对吗？要是我们交换这2篇文档，前4篇文档的排序就错了，但这种错误并不会影响 CG at 4。以 CG at 4作为评价指标，这种错误的排序仍然是最优的。交换前4文档的顺序不影响 CG at 4，这是不合理的，所以 CG at 4并不是很好的评价指标。业界最常用的 listwise 评价指标是 DCG， 而不是 CG。DCG 的全称是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。跟前面一样，设有 n 篇候选文档，根据模型打分做降序排列，把这些文档真实的相关性分数记作 y1 到 yn。我们还是只考虑排前 k 的文档，这样定义 DCG at k。看一下这一项，分子是真实的相关性分数 yi， 跟 CG 的区别是多了分母 log i 加1，它就是 discount， 给 y 降权。分母只取决于 i， 也就是文档排在第几位。排名越靠前 i 越小，分母越小，权重就越大。换句话说，文档排名越靠前，它的权重就越大，它对 DCG 的影响就越大。这是合理的，排名靠前的文档更容易被用户看到，对用户体验的影响较大，所以它们的权重大。反过来，排名靠后的文档曝光概率小，对用户体验影响比较小，所以权重要小一些。之前我们讨论 CG 何时最大化，现在要讨论 DCG 何时最大化。结论是这样的，首先，真实相关性分数 y 最高的 k 篇文档要被模型排在前 k， 这与 CG 是相同的。与 CG 不同，想要最大化 DCG， 前 k 篇文档不允许存在逆序对。前 k 篇文档中的逆序对会让 DCG at k 减小。这是前面用过的例子，我们来算一下 DCG at 4。DCG at 4只考虑排在前4的文档，求它们相关性分数的加权和。这是 DCG at 4的定义，前面解释过。它等于这4项的加和。分子是4篇文档真实的相关性分数，分母是权重，分别是 log2、log3、log4、log5。4项加起来等于 2.02。思考这个问题，什么样的排序可以最大化 DCG at 4？ 左边是另一种排序，它可以最大化 DCG at 4。排在前4的文档有最高的相关性分数，分别是1、1、0.7、0.7。DCG at 4是这4个分数的加权和，权重依次减小。4项的加权和等于 2.28。这个例子中2.28 是 DCG at 4的最优值。上面的 2.02 是另一种排序的 DCG at 4， 它的值小于最优值。假如我们交换这2篇文档的排序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这2篇文档的排序交换之后会产生逆序对，导致 DCG at 4减小。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，交换之后的 DCG at 4等于几？下面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，
然后再跟大家讲讲工业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用这些评价指标的。这节课讲了3类相关性的评价指标，分别是 PointWise、PairWise、ListWise。现在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们叫 PointWise、PairWise 还有 ListWise。PointWise 单独评价每一个 QD 二元组，判断模型打的分数与真实标签的相似度。这种评价指标不考虑二元组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叫 PointWise。Pairwise 意思是对比2对 QD 二元组，同一个 Q 2个不同的 D， 判断模型给两者的排序是否正确。每次取2对 QD 二元组做比较，所以叫 Pairwise。Listwise 意思是给 N 对 QD 二元组整体打分，给定同一个 Q 和 N 个不同的 D， 判断整体的序关系的正确程度。离线评价相关性模型通常用 PointWise 和 Pairwise 评价指标。具体这样做：事先准备人工标注过的相关性数据集，上节课讲过如何做标注，把数据划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。完成训练之后，计算测试集上的 AUC 和正逆序比，它们分别是 PointWise 和 Pairwise 评价指标。如果这2个指标都有提升，说明相关性模型变得更准确了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要用 AUC 这种指标？ AUC 是评价2分类的指标，但相关性明明有4个档位，看起来更像是多分类问题。为什么不用多分类的评价指标呢？多分类最常用的评价指标有 Macro F1 和 Micro F1， 它们也都是 PointWise 评价指标。为什么要用 AUC 而不用 F1 指标呢？简而言之，相关性虽然有4个档位，但其实不是多分类问题，所以不该用多分类的 F1 评价指标。我具体解释一下，相关性的标签有4种，它们存在序关系，高大于中，大于低，大于无。但是多分类会把4种标签看作4个类别，忽略掉标签的序关系。忽略掉序关系当然是不对的，所以不该把相关性看作多分类问题。要是你不理解，可以这样思考：对于相关性问题，把高错判成中或者错判成无，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。把高错判成中其实不严重，但错判成无就是严重的错误，会导致高相关的文档排在最后面。假如用多分类的 F1 评价指标，这2种错误没有区别，都是分类错误而已。所以结论是不应该把相关性看作多分类问题，不应该用多分类的 F1 评价指标。刚才讲了离线的评价指标，在一个事先标注好的数据集上计算 AUC 和正逆序比，用来评价相关性模型。线上会用 DCG 作为相关性的评价指标。具体这么操作：一个搜索 session 是用户实际做过的一次搜索，保存在搜索日志中，其中记录了用户实际搜索过的查询词 Q， 以及搜索结果页上的全部文档 D1 到 DN。 做评估的时候，从搜索日志中随机抽取一批 session， 覆盖高中低频的查询词。对于每个搜索 session， 只保留排序最高的 K 篇文档 D1 到 DK。K 是个参数，具体怎么样设定取决于用户的浏览深度，比如用户平均只看结果页上的前20篇文档。高频查询词的前20篇文档几乎都是高相关的，评价指标非常高，已经失去意义了。因此对于高频查询词会把 K 设置的比较大，比如40。也就是说，高频查询词的 K 会设置的比较大，低频查询词的 K 会设置的比较小。然后要人工标注查询词和文档的相关性，把分数记作 Y1 到 YK。 想要对线上实际搜索结果做评估，没办法事先准备一个测试集，只能在做评估的时候去标注。每做一次评估就要标一批数据，速度有点慢。这样的评估通常是每个月做一次，所以叫月度评估，前面的课程中有讲过。做完标注之后，就可以计算 DCG at K， 它是一种 listwise 指标。每一个搜索 session 都有一个 DCG 分数，分数越高，说明这个 session 的相关性越好。把所有 session 的 DCG 分数取平均，就能反映搜索引擎线上相关性做的到底好还是不好。这节课内容讲完了，最后留一道思考题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NDCG， 它是教科书中经典的评价指标。NDCG 中的 N 表示 normalized，NDCG 是归一化的 DCG。NDCG 定义为 DCG 除以 IDCG。IDCG 是 DCG 的最优值，也就是最优排序结果的 DCG。
IDCG 中的 I 意思是 ideal 最优的，因此 NDCG 的值介于0和1之间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 normalized DCG。 请大家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是否可以用 NDCG 代替 DCG 作为线上的评价指标？ NDCG 这种指标有没有什么缺陷？我给点提示，搜索引擎的链路上有很多环节，先要做召回，然后是粗排和精排。假设召回的结果全都是低相关文档，那么不论排序做得好还是不好，搜索结果肯定很差，评价指标应该很低才对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， DCG 是高还是低？ NDCG 是高还是低？两种指标谁更合理呢？回到问题，你觉得 NDCG 能不能反映搜索结果是好是坏？仔细思考一下，欢迎把答案写在评论区。这节课讲了3种搜索相关性的评价指标，其中 AUC 和正逆序比用于离线评估， DCG 用于线上评估。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